这一节我们介绍一下 CPU 本体机架所自带的一个数字量输入模块、数字量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入模块、模拟量输出模块，还有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高速脉冲模块和位置模块在本体机架上面的一个组态和使用。在这里我们准备了一套 EC400 的 CPU， 还有数字量输入模块、数字量输出模块，还有模拟量模块。双击打开编程软件，点击新建工程，选择一个合适的工程存放目录。起一个工程名称，EC400 CPU I/O 操作，选择合适的 CPU 型号。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 CPU 是什么型号，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网页进行一个查看。我们打开网页，输入网址和端口号。这里我们通过网口一和电脑连接，那么我们就需要输入网口一的网址还有端口号。这个是网口一的网址，这个是端口号。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点击登录，打开系统设置 CPU 型号，刷新一下 CPU 型号，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CPU 的型号。CPU 的型号是 PA2。我们回到工程建立，所以我们的 CPU 型号就需要选择 PA2。选择自己习惯的一个编程语言，点击确定。工程建立好以后，这里有一个背板总线，
我们的 EC400 CPU 使用的是高速背板总线，通过高速背板总线 CPU 和 I/O 等信号模块进行一个通讯。如果这里的背板总线不正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右键选择更新设备，更新为合适的一个背板总线。这里我们使用到的是 EC400 系列的高速背板总线。点击合适的背板总线以后，更新设备，更新完以后关闭。双击设备，点击扫描网络，这样我们就找到了 CPU， 点击确定。电脑通过网关和 CPU 连接成功。连接成功以后，我们将建立好的这个工程下载到 CPU 里面，点击确定。选择高速背板总线，右键选择扫描，这样我们就扫描到了 CPU 上面连接的所有的 I/O 模块。扫描到以后，我们将这些 I/O 模块复制到工程中，点击复制所有设备到工程中。这样我们所有的 I/O 模块就挂载到了工程里面。热复位一下，先退出来，先退出一下。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地方要介绍一下，在 I/O 映射这里有一个使用副总线循环和 main task 循环。这里的循环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选择 main task 的话，那么这里有一个任务 main task， 它的优先级是2，任务优先级是2，周期是20。如果我们选择 main task 的话，那么它下面背板总线下面挂载的 I/O 模块就会随着 main task 进行一个周期性的循环访问。访问的优先级是2，循环的周期是20毫秒。这里我们不做更改，使用副总线设置。模块的这里我们这里有一个使用副设备设置。如果我们选择使用副设备设置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在程序里面对信号模块的通道进行一个调用，比如说这些通道，输出模块的这些通道进行一个调用，在程序里面进行调用，那么这些值才会有效，否则是无效的。这里有3个选项，我们选择使能2。选择使能2了以后呢，模块的通道就会一直在总线任务中循环，即使程序中没有调用模块的这些通道变量，即使程序中没有调用，通道也会随着总线一直循环执行访问。我们把它都改为使能2。
在 I/O 映射这里，我们来介绍一下使用副设备设置和使能2的一个区别。使能2的话，那么所有的 I/O 模块对 I/O 模块的数据的访问，在每个总线循环中都会访问和更新。如果是使用副设备设置，那么只有在程序里面进行了一个调用，背板总线才会去访问在程序里面调用的那部分的数据。所以说使用副设备设置的好处就是减少了背板总线访问数据的一个访问负担，减少了总线的负担。这里我们挂载的模块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使能2。如果说我们挂载的设备比较多，比如我们在本体机架挂载了64个模块，那么建议大家还是使用副设备设置，这样可以减少背板总线的一个通讯负载。设置好以后，将工程下载到 PLC 里面。所有的 I/O 模块前面都是绿色的圆圈，所以说可以看到I/O 模块通过背板总线和 CPU 已经通讯上了。我们打开一个输出模块，进行一个简单的实操介绍。双击打开输出模块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地址是 QW8， 所以说这个模块对应到的一个输出区的地址就是第8个字。这个模块它对应到的地址就是 QW9 第9个输出区的字。这个输出模块对应的地址是 QW10。这个模块对应到的地址是 IW8 输入模块的，这个输入模块对应到 IW9。我们可以对它的通道和它的值进行一个改变。我们改变了预设值以后，在调试的这个地方点击写入值，那么这个通道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输出的 LED 指示灯已经亮了，此时相应的通道就有了输出。我们再改写它的变量，调试写入值 LED 灯有所变化，我们重新换一个模块。那么我们如何在程序里面调用这些通道呢？这里有2种方式。我们回到程序，上面是程序的一个变量声明区，下面是代码区。我们在变量声明区声明5个变量。
我们在变量声明区声明了5个布尔型变量和2个 word 的变量。我们如何将变量和模块的通道进行一个关联呢？这里介绍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的话，直接采用 at 通道地址，比如这个模块的一通道的地址是 qx16.0， 那么我们就将地址填过来，这样我们就将这个变量 var1 和这个模块的这个通道进行了一个关联。我们再关联下一个通道，下一个通道进行了一个关联，这是在程序的变量声明区通过直接关联的方式进行映射。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双击打开模块，左键双击，然后这里有3个点，我们打开，这里有 application， 我们的工程里面的应用，这里 application， 然后打开，这里有一个程序，这里有一个程序，它的结构就是一一对应的，然后选择变量 var3， 因为我们在程序里面已经定义了一个 var3 的变量，我们分别将它关联起来，将3个布尔型变量进行了一个关联。下面我们打开另外一个模块，这个模块的输出对应到的是第9个字，qw9， 这样我们就将 word 型的变量6和这个模块进行了一个映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选择映射，选择好友点击确定。这样我们就将 var7 变量和这个模块进行了一个映射。下面我们将工程下载到 CPU 当中，点击运行。好，我们来改变它的一个值，调试写入值。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通道已经变亮，写入值这里已经熄灭，写入值后面的3个灯亮， qw9 我们写入一个值，调试写入值，可以看到它的所有通道都已经亮。255调试写入值，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一排灯已经亮，对应到的是这个模块，也就是我们刚刚通过映射对应到的是这个模块。我们改写一下值，所有灯都亮。这个就是在 IDE 环境里面，在编程软件里面对 I/O 模块的一个实操和主态。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通过网页的方式对 I/O 点进行一个操作。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方式。我们回到刚才的界面，打开网页，输入 IP 地址和端口号，输入用户名，登录到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点击首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 CPU 模块、模拟量输入模块4通道的，也就是对应的这个模块，总共有1、2、3、4、5、6、7，总共有9个模块。我们可以在网页中就可以看到这些模块的一个通道的状态。举个例子，像这个模块，下面变红色的这些通道，变为红的就说明有输出，也就是这个模块变为红色的通道变为红色，它就有输出。我们将 CPU 停止，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输出通道的 LED 指示灯，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操作，可以看到它的状态在变化。那么通过网页的这个方式，我们将 CPU 的状态变为 Stop 和 Debug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通道进行一个操作，是否输出进行一个操作。大家看到这个模块，灯所有熄灭。通过网页版的操作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帮助大家进行初始的一个 I/O 点位的对点和调试。本体机架的信号模块、I/O 模块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